如果挖掉一小勺大脑，会失去一部分记忆吗？有人说人类其实并不需要大脑，这是真的吗？今天这期视频带你去了解大脑的秘密。2002年9月，美国华盛顿州31岁的詹森·帕吉特在下班路上遭遇到一伙歹徒的突然袭击，这伙人猛击他的头部，将他打晕后抢走了他身上的财物。他昏迷后在医院中醒过来，这个时候的他并没有出现异常。治疗结束出院后，他开始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的眼睛和大脑不受控制地出现各种几何图形和他看不懂的数字公式。他开始痴迷数学和物理，可他之前并没有数学背景和相关文凭，他甚至不用看就能精确地画出复杂的几何图案。他觉得自己很不对劲，再次去看医生。在那次歹徒袭击事故中，他的大脑受到了损害，缺少了一小块。通过医生再次检查后，认为帕吉特患上了后天学者症候群。当大脑一部分出现损伤，那么另一部分大脑就会来弥补损失的部位，而为了弥补损失的部位，大脑必须进一步开发，以至于激发出更多的潜能，甚至能把大脑的潜能全部激发出来。这就是后天学者症候群。也就是说，挖掉一部分大脑，我们有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记忆，但也有可能什么记忆都不会失去，甚至能得到更多的技能，变成一个天才。看到这儿，很多人想给自己的脑袋来一拳，看能不能变成天才，但变成天才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正常人脑部受伤后突然变天才的情况，迄今为止全世界也就是40例，大家可千万别对自己下狠手。那么有人说人类其实并不需要大脑，又是怎么回事呢？你觉得人类没了大脑还能活吗？1980年的夏天，一个叫马克的年轻人突然觉得自己一段时间总头疼，感觉自己脑袋大了一圈，脑子里像进了水一样难受。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感冒了，吃过感冒药之后并没有任何好转，甚至变严重了。于是他去了医院咨询医生，医生首先对他的脑袋进行了细致的检查，肉眼并没有看出有任何的肿胀和外伤。于是医生又给他做了血液化验和 CT 检查，血液化验倒是没有异常，但 CT 结果可把医生们吓了一跳，因为在 CT 影像中，马克根本没有大脑。这种情况让在场的医生都头皮发麻，于是他们找来医院的脑神经科教授约翰·罗伯。约翰教授仔细查看了马克的 CT 影像，本该是大脑所在的位置只有一片黑色的阴影。他给马克进行了多角度的 CT， 结果发现马克头骨的最下方有一层薄薄的脑灰质，厚度大概只有 1.5毫米。正常情况下，大脑的重量约占人体总重量的2%，正常人的大脑重量约1500克，不可能只要这么点。更恐怖的是，马克的脑脊髓液都在这薄薄的一层脑灰质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按理说马克应该早就死了，可他除了头疼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毛病，甚至是一个智商126的数学天才，不管是语言能力还是运动能力，在同龄人中都处于中上等。后来约翰教授将这个案例发出去，结果全球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跟马克相似的案例。难道人真的不需要大脑也能活吗？有科学家拿出了无头鸡的例子。美国有一只公鸡被砍头之后活了18个月才死，但是鸡毕竟跟人不是同一个物种，无法用来解释人需不需要大脑。直到2007年，你敢相信吗？人类其实不需要大脑。2007年，法国一名44岁的男子迈克尔，他的右腿突然麻痹，到医院进行检查。医生们吃惊地发现，马克的大脑几乎全部消失了，脑子里空荡荡的，剩下的组织不到正常的10%，这绝对不是活人该有的情况。医生们甚至都怀疑马克是不是活人。但事实上，马克不仅是活人，他还活得好好的，身体和精神一切正常，有2个孩子，还拥有一份好工作。在后来的日子里，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没有大脑的人，但是他们都活得好好的。难道大脑对人类而言真的是可有可无吗？加拿大神经学家约翰·安德鲁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只要有10%的大脑，人就能活，因为人体内还有很多其他器官有储存记忆的功能，比如心脏、肝脏等器官，所以有没有大脑，人都能活。他的观点是真的吗？这个观点确实有迹可循。世界上曾发生过很多心脏移植的案例，在心脏移植过去后，有一些人会性情大变，甚至智商变高；有的人变得爱吃汉堡，因为移植心脏的原主人就爱吃汉堡；有的人开始弹钢琴，因为移植心脏的原主人
就是钢琴家。这些案例好像都在说明心脏有记忆功能。美国有一位叫盖里·希瓦茨的著名心理学教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因为他有丰富的移植器官的经验。他得出的结论是1/10的器官移植都会改变性格，但只限于心脏移植。他提出细胞记忆的功能，说心脏携带记忆，但是他这个说法并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器官是不是拥有记忆的说法也没有确切结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体内任何一个器官都是必不可缺的，大脑也是一样。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